陈院长，这次教学演习，我们特意挑选了全旅最拔尖的2个员，学员编在了红方，并且协调了空军进行配合，主要是想让咱们学员呐全面而深切地体验合成营遂行多种作战任务的流程。多谢索副旅长。哎呀，红蓝双方这演习打的是挺热闹啊。不过仗打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我的学员分队啊，怎么都像没睡醒一样啊？是你们没有给他们安排打击目标啊，还是这帮小子根本就不在状态？首长，您别着急啊，放心吧，咱们学员队很快就会大放光彩。李宗伟，记住，一定要严格按照演习计划和时间节点行动。空军10点才到，等空袭完毕，咱们一营的人啊，要发扬风格。首先让步兵学院的学员们冲上山头，把红旗插上高地，明白吗？是。老三，学员分队那边什么情况？韩厅长一直在174高地待命，随时可以向山顶冲击。好。哦，对了，演习结束的时候，别忘了在现场安排人给他们拍照，尤其是把插旗的一刻拍下来，回头啊做成视频，给学员兵们带回去留作纪念啊。这样会不会不合适啊？咱们这一次和步兵学院是联合演习，那就说明这些学员兵就是咱们红方的战士。如果一直让人家在后面跟着咱们跑龙套，到最后人家不会有意见吧？有什么意见？那最后的高光时刻不全留给他们了吗？还能有什么意见啊？再说了，正因为是联合训练，那万一磕着碰着，算谁的？算你的，还是算我的？副队长，咱们什么时候行动啊？这再不打，仗都要打完了。等队长命令。副队长，咱队长呢？不该问的别问，有你们发挥的时候啊！是。队长，这仗都快结束了，咱跑这儿来干嘛？闭嘴，听命令。准备行动。队长，这是导演部的车。有什么话，我遵命令。行动。同志，我们是导演部的。找的就是导演部。营长，1营1连已经夺取黄前沿阵地，正在向最终目标山顶进发。慌什么？阵地丢了就丢了，这不就是他流亡员想要的表演效果吗？咱们这回是陪衬，是配角。按照剧本，好好的陪着这帮学员兵玩一玩，行了。他这是公报私仇。当1营营长的时候打不过咱们，刚调到作训科当科长，就踩着咱们过干瘾，往自己脸上贴金。你第一天认识刘望元呢？受累啊！把人给我看好了。是。首长和同志们，演习暂停15分钟。休息之后重新开始。什么情况这是？还能什么情况？首长来了呗。连长，又怎么了？指挥所命令，休息15分钟。一会儿集体听指挥，喊口号。不是，照他刘望远这意思，要是真上了战场，也有中场休息呗。就你明白是吧？行，连长，俺就想知道，让咱们武装侦察班扛旗冲锋，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啊？
这是对咱们侦察兵的侮辱啊！行了，你就别抱怨了。人家刘科长说了，一会儿让你带着学员兵去收割胜利的果实。这人家主动伸着脖子让咱们砍，赢了有什么意思啊？按说，要仗都这么打，还不如回家种地来的实在呢。哎，班长，话不能这么说，回家种地屈才，咱得给刘望远当演员，是不是？哎，饶命！饶命！饶命！班长脚下留情，都知道您这金右脚当年踢出过连长来的，这要是给我踢题干了，怪不好意思。那你就再给你多补几脚。去。哎呀，陈院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梁副军长，开完会之后马不停蹄赶过来，你看结果还是晚了。你看你我之间就不必那么客套了吧？哎呀，你这个大院长到我们一线来，平常我是求之不得的啊。说不客套，说不客套，还是免不了俗。坐。王军长知道你的脾气，没有派别人，由我全程陪同你，行不行？啊、这样好，咱们老伙计又是老同学啊，这样也容易交流。哎，现在什么情况？怎么休战了？报告，师长，我怕您错过最精彩的部分，所以特意让演习暂停了15分钟。左田，你开什么玩笑啊？打仗还能暂停啊？严重违规，知道吗？是。陈院长是步兵指挥的专家，你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是首长，下次一定改正。陈院长，您别见怪啊。理解理解。接下来那就该怎么演习就怎么演习，只是别让我的学员分队闲着就行。是。同志们，我们营在革命征途当中战无不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强敌，奔赴新征途的壮阔前路。我们有没有信心？营长，这刘望远在干嘛呀？首长来了，他不得表现表现，要不然还是他刘望远吗？营长，反正都是输了，既然首长来了，咱们好歹挣扎一点吧，不能死得那么难看。横竖都是个数，挣扎个什么劲呢？报告营长，导演部来人了。让他进来。是。张营长，我们是导演部的，专程赶来向你传达梁副军长最新命令。请讲。咱们这么干行吗？这可是违反纪律的。出任何事我担着。可是。经判定，红方打击无效，蓝方战损为0。报告。说。首长，是这样，为了保证演习的顺利进行，所以商定严格按照演习的时间节点实施打击。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也暂停了演习。但是空军还是按约定的时间进场，来轰炸，炸的都是空地儿，看见了吗？都是空地儿，搞了这么大一场乌龙，对吗？应该是这样的。空军怎么协调的？首长，这件事我也有责任。首长，这责任全在我身上。这样演习的话，你们应该下一步训练训练，如何去投降，用什么样姿势投降更好看，对不对？不是还在中场休息吗？看到了吧？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实战。这个演习要就这么结束了，以后我们的学员就会认为这种假模假式的演习会是常态。
可你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要不你再找那个刘科长商量商量。商量个啥？这个刘科长满脑子就想表现自己。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说我们学院的人只会纸上谈兵，要是聊实兵对抗就是外行。你看看，这就是他们的实兵对抗。那咱下一步怎么办？你带队留在这里，一会儿蓝军会发起反攻，我带一小部分人执行更重要的任务。明白。第一小队，跟我走。是。陈院长，对不起，本来想让你看一场精彩的实战，结果看了一场走形的演习。你知道，你来之前我们很重视，专门协调了战斗机，结果呢，越重视越糟糕。这不演习还没完吗？啊，接着往下看嘛。我说康广平啊，杨旅长不在的日子，你不能大撒把，军事上不能放松。胡闹！陈院长，走，出去透口气。等一下，刘卫首长，蓝军开始反击了。他们这是错了，是错了，早该这么打的，过瘾。张振强是疯了吧？他这是破坏演习规矩啊！张振强，收到回话。报告营长，我军发起反攻，现已夺回部分阵地。好，全体登！梁副军长下达指令，要我们拿出真正实力，认真打。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彻底消灭红军，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2营的真正实力，也让这帮学员兵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战场。是。左江，到。你这一出是蓄谋已久，还是临时起意搞的？打得不错。不行了，蓝军搞重启，一点准备都没有，顶不住了。怎么会？尽量挺。好，干得漂亮！报告营长，我军已彻底夺回阵地，红军目前战损严重，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红军指挥车锁定了没有？我们侦察员正在锁定他的目标，一旦确定坐标，就可以立刻结束战斗。好，
把坐标马上发给1连。是。准备实施电子干扰。是。步兵学院的学员兵怎么样了？他们还真行，打得有章有法的。是吗？雷达搜索结果如何？正在搜索。毕竟，马上都是军官了，不能小瞧了他们。不过啊，他们撑不了多久了。这刘科长真不够意思，根本没分给他们重装备，都是碎型作战。现在被我们围在174高地，2排冲炮差不多了。锁定他们的位置，我要亲自给郭子健收尸。这么大气性，你跟他有仇啊？靠拢！我们现在只有15个人，没有重火力配置，所以要采取特种作战手段实施斩首。队长，你说吧，怎么办？这个地方是蓝军指挥员的帐篷，第1、第2组负责清理周边感受，第3组负责爆破破坏其车辆和通讯设备，并吸引敌方火力，第4、第5组随我直接接地作战，一定要把蓝军指挥员逼出老巢。刘龙，到！你迅速占领制高点，伺机斩首。没问题。可他们要是一直躲在里面不出来，不会的，有我在，他肯定会露面。家伙带了吧？放心吧，都带着。好，时间紧迫，出发！行动！营长，是步兵学院的学员。正愁找不着他们，自己造成麻烦。搜索郭子健的位置。是。营长。郭子健带着几个学员兵就想斩首我江胜强是吗？太高看自己了吧！给你个机会，出来乖乖投降，我江胜强以人格保证，我保你活到演习结束，怎么样？狙击手已清除。郭子健，你的狙击手已经被拔了，你已经没有底牌了，出来！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蒋营长，你输了。还是喜欢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啊！开枪！
单挑，正好把之前的账算一算。行啊，那就陪你玩玩。都阵亡了，别打了！谁让你开枪的？通知无人机编队，把所有导弹全部给我砸到冠军城。这个玩法不太合规吧？战场上哪有规矩？打！是。这个蓝军打疯了，真的要把冠军城全部炸掉。是啊，这个吴大洲啊，还真是有点魄力。蓝军无人机编队战损100%。真没想到啊，这个郭子健，居然还是一位将才。报告，已成功定位蓝军指挥车位置。那还等什么？打！是。怎么回事？不好，部队，指挥车被红军无人机锁定，抓紧跳车！想抓俘虏，你倒是换把枪啊！我不喜欢抓俘虏。那怎么着？给你个机会，来一场。来。来吧。行了，不打了。我赢不了你，你也很难赢我。不是，我说你们能不能有点素质啊？不讲武德。哎，你个保障队队长，整天笑嘻嘻的，
下手挺狠的。这个视频啊，要当做经典镜头保留下来。我还真想知道啊，他是怎么饶不了这个会演戏的郭子健。哎呀，真没想到啊，特战队完败，出人意料。今天这个报告，我可有得写了。才刚演习完就约战，这两小子精力也太旺盛了。年轻人嘛，精力当然旺盛了。再说，哪个愿意服输啊？真不管？为什么要管啊？这搏击也是一种正常的交流方式啊。有道理。哎，你们这个集训队也算是卧虎藏龙了。那杨茂林就挺能打的，没想到你这指挥员也不赖。不过今天这场，咱们算平了啊。哎呀，行，怎么着也得给上级领导留个面子。行了，那胸口还疼着呢吧？我就担心你的肋骨会抗议到天黑。这趟来啊，我想了一下，如果我对李松伟多一点点谨慎，或者是杨茂林那小子偷袭我有一点预判，都不会是这个结果。自古以来，失败者最难逃脱的思维圈子，就是“如果”2个字。那不是一回事儿。怎么不是一回事儿？我这次过来是冲着你们的前3甲来的，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们那么不抗揍。你说你一个保障队的队长，前面还领着手底下队员给我们端茶送水呢，这一眨眼都成精兵强将了。你们给我搞这大反转，上了一课，这就成了你“如果”的理由了。那不然怎么着啊？你总得给我回去写检讨一个道理吧？我倒有个办法，可以帮你的检讨过关。你说说。你就说，第8集团军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郭子健的团队，前3甲只不过是个幌子，专门给你们喂迷魂汤的。你就别给自己贴金了，成吗？谁能相信啊？你甭管真假，你能过关就行了嘛。哎呀，你是真够狂的。不过也挺好，要是真像你说的这么干啊，可就把你们梁副军长给彻底卖了。对了，我还叫了个人来。谁呀？吴队长。你们这个特战队长眼力还真不错，都被你们的保障队长给蒙了。我看呐，连睁眼瞎差不多。那是他陷入了先入为主的误区，这醒过神来，一下子把2个关键人物都找到了。看来他是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复盘呢。吴队长，你说有重要任务把我叫过来，该不会是也要跟我打一架吧？我这3脚猫的功夫，我可不行。梁参谋的价值可不在拳脚上。我想先问一下啊，像梁参谋这样的电子战专家，是怎么被你骗过来的？他求我的。
啊？嗯，没错，三顾茅庐，而且还是临时组队。行，那我也不跟你们兜圈子了。今天把二位请过来呢，其实我就是想从你们口中知道我失败的真正原因。如果从战术上来讲，我们是得到了一些先机。什么意思啊？你们在和江胜强 PK 的时候，我负责相关保障。就在那个时候，我注意到了你们指挥联络的方式以及习惯。我说呢，我跟你们讲，我们这次的电子战专家从未败过，但是在你们这栽了跟头。我们回去复盘好几次，也没找到原因。原来问题出你这儿了。但我其实还是不明白，你只是一个保障，而且你又不在现场，能获得的信息非常少，你就凭这个前提就敢让杨茂林孤军深入啊？这里面的具体细节以及一些理念，我没有办法细说。但是我可以告诉吴队的是，对于一些电子信号以及信息的传递，还有在短时间内完成不止一个对抗方案的设定，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了。本能？厉害。当然，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最重要是我们的郭队长。我们郭队长对于战场的感知，以及对作战对手的预判，还有临机应对，这些都极大的完善以及辅助了我对于各种电子对抗在战术战法上的有效完成。这才是制胜的关键。难得啊，头一回这么夸我，我这都不习惯了。我这哪是夸你啊，这叫业务探讨。哼，看出来了。不过听了梁参谋的作战分析之后，我确实得出一个结论：你们的1+1大于2，把单一的作战兵种重新整合成了一个全新的作战单元。虽然看起来和我军的特种部队很像，但实际上在战场上的立体应变上，包括作战手段上，都有更宽广的辐射。吴队长不愧是心智作战力量的专家，一下子就抓到了关键点。听了你们的话，我这趟也算是没白来。顾队长，你怎么想？我在想你刚刚说的整体大于局部之和，那我们心智力量未来的方向到底在哪儿？未来的方向其实谁也说不准，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一直在讨论这个。不过你们这集训之后，结果到底是个未知数。如果是散的话，那你们就是各回各家，等于是给各集团军撒了一把辣椒面儿。但如果说你们聚的话，这说到要害处，你们不说了。这要害处得要害的人来办。行了，该说的也说完了。梁参谋，耽误你时间了，感谢你来这一趟。行，那你们聊，我在外面等你。吴队长，还有什么指教？要害处要害人，看来吴大洲对这次对抗背后的目的和意义领悟得很到位啊！战区首长的老底儿都要被揭了。这个吴大洲，不管如何，两支队伍能够开诚布公地探讨发展模式问题，是好事。也可以让战区的首长们看一看新制作战力量在不同模式下的尝试。我跟你说啊，这个梁参谋可是个大杀器，你以后组队的话，千万不能少他。在组什么队啊？等集训结束，我就回去当我的教员，清闲又自在，不藏你行了。你就别跟我演了。打擂一结束，我叫了1个队的人出去，到处搜集你的消息。这么记仇啊？当兵的不记仇，那是冤大头。我郭子健白纸一张，可经不起老哥这么查。你还叫白纸一张啊？啊，郭队，我回去看了你的经历阅历之后，说实话，我挺震撼的。如果我们2个有缘分的话，那一定是战场上最亲密的生死搭档。和平是对军人最大的褒奖，
我们都不希望有战争。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好，我肯定一次下手比一次狠。拭目以待。所有人注意，准备。队长，怎么停下来了？对方火力一直在东南方向大力压制，就是想要把我们往西南方向驱赶。但是刚才侦察班报告说已经把对方的重火力干掉了。现在所有人听我命令，部队转向东南方向，加大火力突围。是，走。咋回事？难道我们暴露了？不会吧？要是被发现了，早就一旁过来了。不行，这眼巴前的配合，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现在和营指挥所的联络中断好一阵子，而且营长要求我们原地投守，要不再等等。等个屁！再等我们猜出来了。所有配备给1连的火力，听我命令，出击！连长，前面都被地雷封锁了，我们损失太大，抓紧撤回，往西南方向突围。走。是。又转回来了！怎么？徐大六转回来了！哎呀，这饭算是吃夹着了！快，抓紧的找个补给点，抓紧撤！撤！报告。对不起，各位领导，这仗打到这个份上，让你们见笑了。索坚同志，你先坐下吧。是。小鸡炖蘑菇，只有炖到火候了才能入味儿，是吧，陈院长？要我说啊，火大火小正合适，时长时短正当时，啊，肉色鲜美，咸淡适中啊。是啊，首长，现在所有的食材都在一个锅里炖着，这油水啊一点也漏不了。报告，首长。现在双方打成了半斤8两，是让他们继续这样打到最后一个人，还是以平局收场？你自己拿主意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参考2位营长的意见。报告，首长，我认为郭子健严重违规，判平局，我不服。违规的事情不要找我，问梁参谋。江营长，请问您指的违规是什么？100个人，顶多1个连的配置。可从火力上看，他郭子健快干进去半个营了。洪班长，将双方的兵力分布图发到大屏幕上。是。双方参战兵力都是100人，但是人员与装备的配置有根本区别。2营是以现成的徐大力步兵连为基础，配属支援的部分主战火力，而1营全部以火力打击效果为基础，等于临时组建了一支新的合成力量。新的合成力量，什么意思？就是说，兵力虽少，但火力齐全。实话告诉你，如果不是受限于无法与配属军种取得联络，打你2营阵地，恐怕连战斗机和远程导弹都能招来。你说对不对，梁参谋？其实这个力量的编程并不新鲜，已经在实战中出现过很多次。就在今年，
中东某国的作战中，甚至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编制，叫做营战斗群。这个你也知道。我们梁参谋啊，虽然主攻的是军事通信工程，但是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可不仅仅只是这个领域啊。好，那照你们的意思，我们2营也可以配置相同的力量编程，根本不可能是现在这个结果，这就是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啊？会上梁参谋已经把规则说得很明确了，要立足于合成营现有装备、现有人员，我们并没有超出这个范畴。你不能因为自己没想到，就怪别人跑得快、跑得远吧？郭子健，你是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吗？吵什么吵？仗还没打完呢。坐下。报告。杨，首长，就在刚刚2位营长讨论的时候，战局已经基本明了了。什么意思？洪班长，是。报告各位首长，虽然刚开始1营成功将2营包围，但由于自身的火力和兵力过于分散，而且频频出现配合失误，现在2营已经成功的突围并实施了反包围，目前正在逐步蚕食1营的剩余兵力，战局已经基本定型，2营获得胜利。学院长，慢走啊！首长，这次对抗对郭子健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不是教廷指挥所，我看着1营的攻势要比2营强。江胜强说的没错，郭子健这次的布局实际上就是一个赌局。赌局？赌什么？赌江胜强对他的战法一无所知。那不正好说明他的思路比较新奇吗？郭子健来396旅之前，他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未来合成营立体作战的战法变化。这个营战斗群是这个课题的核心所在。没毛病啊，挺好的。所以我们也想看看这个营战斗群，它的要点到底在哪里啊？哦，那我明白了，您和梁参谋是专门给郭子健设了这么一个局，你们是故意的。哎呀，也是啊，一个110来人的战斗群，兵力分而散，火力多而杂，最强点和最弱点全都看指挥，决胜点全聚焦在郭子健一个人身上。所以啊，不能只聚焦他一个人身上啊，我们要看合成啊。郭子健这小子到了1营之后，想一战立威，碰到这个机会，就给他，看他能不能把握住。那你们还半道坏人家好事？我们就是不想让他赢得那么舒服，那么痛快。现在也挺好，1营的官兵上上下下都知道，跟着郭子健，他们有可能打败2营。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以后就看郭子健自己的了。首长英明。这次复盘呢，本来是由营长来主持，但是我桑海田作为一个在1营当了3年多教导员的政工干部，自报奋勇来主持这场纯军事会议。我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这是我自打来了1营起，在公平环境下，我们和2营胜负之间最接近的一次 PK。李松伟，你觉得呢？你这党委书记一下就定了会议的调子，哪有我们群众说话的份儿啊？李松伟，有话直说，不要无理取闹，好吗？好，
我承认，这场仗打的确实有那么点门道，但还不是输了。输，是因为导条组中断了双方指挥后，你们错失了大好的战机。问题说到底就是出在你李松伟身上。反正胜者亡，败者寇。我这败军之将，也只能当出气筒。你不要在这里跟我无理取闹好吗？有理说理。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郭营长，您老人家设计的这出戏，根本没有把核心作战思想向大家坦白。这说的客气点，你是怕走漏了风声；这说的不客气，你就是对我们一营干部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李连长，你接着说。我说完了。李连长刚刚说的问题，提到了这次演习的核心。的确，作为指挥员，我把这次演习的所有问题，包括吴东胜小组的侦察行动，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也的确没有事先跟大家进行沟通。对于李连长今天的批评，我虚心接受，但绝不悔改。指挥员的战场决策，事关全营的作战攻防，不可能每项任务都要通知各级指挥员。我只能说，这一次导条组里面有高人，针对我郭子健的战法和创意，搞了一次指挥所双杀。如果说上半场是考验我郭子健的作战方案，那么下半场考验的是在座各位的应变能力，有吗？你们有应变能力吗？所以不要老是去找别人的问题。刚刚李连长有一点说得很对，就是我们之间不信任。事实是在开战之前，也没有什么信任基础。导条组也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我们一营之间的信任危机。来布的局设的套，听郭营长的意思，这是要来信任的了。信任从来都是相互的。一营如果想要打好、打赢以后的每一仗，想夺回往日的荣耀，我们之间就必须要有信任，一粒沙子也不能掺进去。说的容易，这信任也是有基础的，也是有质量等级的。你要想让大家信任你，总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吧？哦，那怎么才叫真本事？很简单，3个小科目比一比，敢吗？吴班长加油！吴班长加油！班长，用敌右脚虐他！营长，俺连叔的心服口服，身手不错，
我无光，你有光。准备，开始。看见没？那就是现在的副营长。我以为副营长的位置不缺，非你莫属。这可谁知道从来没有调来一个。这也是，演习2连败，成绩难看，也难怪了。喂，苏伟，你怎么了？哦，没啥，刚刚出差回来，有点累了。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多注意身体啊。爸爸，爸爸。哎，大狗，小事儿，想没想爸爸？想爸爸。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跟你一起住？快了，快了。等爸爸这2天有空，就回来看你们，好不好？苏伟，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随军的事儿。慧芬儿，这个事儿可能还得再等一等。不是说今年提了副营就差不多了吗？怪我没本事。51、52、53、54、55。练是得练练，今天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喂，停下！怎么回事啊？那有啥丢人的？咱们营长厉害，咱应该高兴，是吧，班长？就是。哎呀，太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啥感觉，班长？当新兵的感觉啊，就那种，就是想要冲锋陷阵的感觉，就是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种马上就特别爽、特别顶的那种感觉，就是。哎，班长，行了，班长，我摸摸。好了，班长，这，不是头疼，是沸腾。哎，对了，虎子啊，咱们营长啊，那身手不凡。今天呢，我跟他交了一下手，哎，有点意思啊。是你让他摁地上来了个锁喉，知道他身手不凡了，有点意思啊。你懂个啥意思？哎呀，这回啊，咱们一营啊，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哎，听见没有？班长说什么？一营有出头之日，那我就有出头之日了。啊，到时候
等咱班长变成了排长，这不就空出个位置来吗？那我不就变成什么林班长？哎，到时候我跟你们说，我女朋友肯定从老家赶过来跟我结婚。到时候哥几个啊，喜酒喜糖管够。你们两个让我感受一下当班长的感觉。二位，起立，稍息，立正。叫声班长，让我乐呵乐呵。娃娃脸，没大没小，说什么呢你们？行了行了，别闹了，保在那儿起立，搞体能。搞体能。到了。我手准备。你的这些兵啊，认真起来还是挺可爱的。看来这些兵已经开始认可他们的营长。一营报上来的下阶段训练计划，你看了吧？啊，看了，只是以前没这么弄过，能行吗？年轻人啊，敢想敢干，我们当领导的应该提供平台，大力支持。老左，给他这次机会，再给他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再说。这次和二营对抗，他们输了，我担心他想剑走偏锋，越搞越乱了。要我看啊，倒不一定。这个郭子健啊，哎，老左，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还是要本着以信任、欣赏、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官兵。行，既然政委这么说，定了。哎，你想想咱们年轻的时候啊，想干事多拼啊，就怕拉到后面。是。幸亏遇到了懂我们、支持我们的领导，我们才能走到今天啊！啊，没错，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啊传承发扬下去。政委说得好。啊，好了啊，就这么定了啊！哎，好。今天把全营的干部骨干集合起来，是要宣布3件事：第一，报请旅党委研究同意个别干部岗位调整，为期2个月，其中一连长李松伟暂时担任营部参谋一职。第二件事，营里以武装侦察班为主，成立蓝军小分队，分队长由吴东胜担任，但现阶段由营部参谋李松伟负责。第3件事，大家都看到了，这上面贴着很多表格，是全营近30项专业的训练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可不是来自于大纲。报告，说，按纲师训是上级规定的，不按大纲走能行吗？按纲师训是基本要求，必须遵守。但是我贴的这些表格，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3级标准。第1级是我们396旅的训练记录，我看了看，大多数都是2营的。第2级是我们集团军的记录，
这个标准有点高，但是跳一跳还是够得着的。第3级是全陆军的记录，这个记录如果不扒几层皮，谁也别想轻易超越。我知道，有些人也许会认为，2营是1营军事上最大的拦路虎，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战胜2营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把表格贴在上面，就是要求你们，有本事有血性，就给我朝着这些记录下功夫。再有2个月，就是我们集团军的实战演习。到时候，我希望我们1营能够成为396旅的王牌营，可以成为全集团军的王牌营。同志们，说心里话，营长这3把火还没有开始烧起来，但是在我的心里面，这火苗子已经开始蹭蹭直窜了。我是120个相信，只要我们1营全体官兵齐心协力，在军事战备上一定可以打个翻身仗，也一定可以把长胜营这杆红旗扛回来。报告。进来。报告营长，我对你今天的安排有意见。有什么意见？凭什么让我去当营部参谋？凭什么不能让你当营部参谋？啊，那就算是我得罪了你，那也不至于睚眦必报，这么快就给我穿小鞋吧？我听说你居然在找门路，想进机关当个管理参谋。那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你现在人在1营，就是我的人，我当然管得着。啥意思？你不是想当参谋吗？我给你挪出一个位置了，还不够意思？你让我去负责蓝军小分队，那不明摆着让我去挨骂吗？挨几句骂怎么了？蓝军是部队训练的磨刀石，这几个月里，你背负的骂名越多，我们营的实战意识和应战能力才会提高。你不用拿好话糊弄我，我不干，这1营我也不想待了。李松伟，你想干就干，你想走就走啊？你把我1营当什么了？反正咱俩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你也看不起我，在这待着也没意思。我就是看不起你。知道我最看不起哪点吗？就是你输不起。我实话告诉你，想调离1营不可能。要不把蓝军分队这个负责人给我干好了，集团军的实战演习你就别想参加。出去！治不了你。速度也太高了啊！别好了，哎。你好。队长。营长同志，1连正在组织战术行列，请指示。是。是。上去。营长，到。李松伟呢？报告营长，连长病了。病了？什么病？严重吗？没事，休息下就好了。接着训练吧。是。看来这是有情绪啊。应该是面子上过不去了。本来你来呢，是想给你个下马威，结果把自己给弄成了个笑话。再加上本来是要提副营的，没提上去。带我去看看他。
依我的看法，这个时候不去看的最好。李松伟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他的。对于他呢，就好比是驯马，那些性子越烈的马，你越要使巧劲儿，把它性子给理顺了。往往只有这样，到最后才是最贴心的。行，听老大哥的，但你还是得去了解了解，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好啊。怎么回事？报告营长，好像出故障了。我上去看看。不用了，营长，我金右脚来修就可以了。金右脚？你说的是吴东升？是。吴东胜，15年的老兵了，是396里最顶尖的侦察班班长。除了军事素质过人之外，还是个机械控。因为一些装备革新成果，已经立了2次3等功了。2次3等功？那为什么不上报提干呢？这些功来的有些晚了，年龄超了。那太可惜了。虽然提不了干，但我们也在想尽各种办法，想把它保留下来。幸好，康政委给了明确的态度，说无论如何要把他留在396里。那太好了，这样的人才要走了，就是部队的损失啊。都修好了，快试试吧。好了，继续学练。吴班长，营长，吴班长全才啊！俺是个闲不住的人，最主要是兵当老的呀，天天在营区里边待着，什么东西看着看着就看会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一营也一样。有你这个老兵在，我和教导员都很踏实。这老是真的老了，但是宝啊，还真算不上，还挺谦虚。你们侦察分队到时候会添一些新的装备，你还得多用心啊！保证完成任务。李松伟，你小子公报私仇，你太欺负人了！今天我好好教训你，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坏人我李松伟行得正，站得直，你董振国要丑事，我不赔！报告，营长，营长，李参谋跟董连长打起来了。怎么回事？蓝军分队对2连进行战备点验，要求太严了，董连长受不了。你们营长到。报告。副旅长同志，1营2连正在进行战备点验，请指示。代理营长郭子健。郭子健，你这蓝军分队搞得很有成色嘛？2个连长掐着脖子打起来了。报告，李松伟以蓝军为名，公报私仇，为难2连。报告，我是服从营长命令，搞实战训练。你们俩闭嘴！是。是。副旅长，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吧，您就别为这点小事分心了。小事儿，我不认为是小事儿。说说看，你想怎么处理？批评教育，还有呢？引导大家正确对待蓝军小分队的行动，减少对抗情绪。然后呢？还有，你2个连长出尽了洋相，就这么云淡风轻过去了？那副旅长的意思是，
我想听听你的意思是。报告副旅长，讲。我的意思是，对蓝军分队抓住部队要害实训的做法给予肯定，对有些同志不适应蓝军的情绪给予正确引导。第三，认真研究对抗方案，使训练更加逼真，更加贴近实战。完了，完了。郭子健，你就是这么抓部队训练的？报告副旅长，抓部队训练，大纲上只给了标准和大致规范，对具体训法并未确定具体细则。我认为，只要能够提高训练热情，提高训练标准，不管短刀长刀，只要能打赢硬仗就是好刀。报告完毕。你看看你这2个兵，董振国这小子下手够黑的。怎么？还要我亲自给你上药？要想说谢谢就说出来。谁想说谢了？哼，不谢就不谢。那我们就聊聊你提副营长的事儿。这件事我本来没必要跟你说，但我怕你心里有疙瘩。论资历、年限以及作战的勇猛，你都没问题，都合格。但是你的理论和新装备操作的考核成绩都不理想。你想说理论和新装备操作对你来说不重要是吗？我告诉你，如果这2项你不达标，以后新的作战模式你根本适应不了。你自己好好想想。行了，别丧着个脸，跟我走。去哪儿？少废话，听命令，走。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爸爸！爸爸！大狗，省事儿！这老婆孩子都来了，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去！大狗，小事儿，哎呀，你们咋来了？哎呀，想不想爸爸？想。亲亲爸爸。哎呀，真乖。你们咋来了？你们郭营长让我给你个惊喜。营长，哎，坐。营长，这是？这些都是我在军校的时候收藏的宝贝，有书，也有一些最新的论文。我看你对这方面很感兴趣，也有天分。这些书呢，对于你的未来发展都有帮助，所以送给你了。谢谢营长。还有就是关于你个人进步的事儿，你是怎么想的？营长，俺今年都30好几了，早超龄了。再说了，这全军上下哪有30岁的新排长啊？所以就没太考虑这个。我听教导员说，对于你的保留和使用，旅单位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见。营长，说句心里话，俺真的不太看重这个。
那你看重什么？俺就想踏踏实实当一个老兵，就这样。营长，你先给俺问住了。你说句实在话吧，俺在部队这么多年了，啥都习惯了。你说到外边吧，也不知道该干啥，也没个方向。但就是您来了之后，就特别是跟您打了那次演习之后，俺觉得那才叫真打仗啊，那才叫过瘾，那才叫爽。所以俺觉得，俺现在好像有方向了。俺觉得，俺就是要当一个在战场上打硬仗的老兵。营长，那以后俺就天天早起床多训练，生怕掉队了，俺就等着你一喊吴腾胜到，吴腾胜到，就想跟着你一块打仗。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我答应你，在一营只要有我郭子健，就有你吴东胜。你说的这种感觉，也是我一直在寻找并且想打造的。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那营长，说话算话，说话算话。好好学吧。好嘞，营长慢走。营长，食堂闹起来了，他们这是皮痒了。